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依师修行的正确发心。有的徒弟在修行佛法时的发心不一定很正确。在家人，有的人只是在我执的基础上，对佛法产生一种喜欢，跟一下风潮，让佛法做一下自己生活的点缀，或为了在人前显摆。有的人是为了让自己后半生有个安逸舒服的生存方式或打发时间。有的修习佛法是为了灭业障，或为了自己造业多了怕死后下地狱而学，等等。如果出家后发心不正也不行。出家以后有吃有喝，却疏于修行，没有修出成果来，最后还资不抵债，破戒破斋也会堕落地狱。就算你是跟着我进入佛门，我一样保不了你。就算你成为庙主，这也不算什么成就。如果你为了不执着人世间的表象而进入僧宝中，但又执着了佛门中的表象而不自知，不还是没有用吗？所以，如果修行佛法没有抓住修行的目的，或者在因地发心的时候不正，在果报上就会有偏差。就如种地的时候就没下对种子，那最后结出来的果肯定不对。正确的发心是用佛法来关照自己的生命，自己的内心清楚明白地了解三界如牢狱，世事如空花，人生不过一场梦。发现及早寻求摆脱轮回，这也是成就菩提的基础。这样发心才基本正确了。这是出离心角度的基础发心。进一步，如果你觉得三界中的众生都如你一样痛苦，你愿意行菩萨道，成就一切其他的众生，带动他们也证入圆满的佛果，这样才是菩提心角度的正确发心。这样的两种发心，才是真正的学习佛法的正确的发心。所以，如果以佛法来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陪衬、交换、保障，而不是以解脱生死轮回、救度众生以及证入圆满佛果为目的，那就是不圆满的发心。你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你为什么跟师父来修学佛法？如果你们和我学习佛法就谈条件、谈前提，那么你们岂不是把师父以及把佛法变成生意了？当然，我不希望我的徒弟们有这样的思想。假如我的徒弟有这样的，那真是冤枉你做我徒弟一场。说句实话，师父不希望你们发心太小。如果用世俗的方法来包装佛门，必须发心是正确的，是清净的，不是为自己的，那才是可以理解的。为自己设计世俗形式的佛门路，不如用德来养道，来得更切实。在这个混乱的世界，必须正确发心，扎实修行，才不枉我们出家一场。我任何时候教学佛法，帮助众生，都是无偿的，从来没有什么要求。就如姜太公一样，你愿学就来，不愿学就走，我这里没有任何前提条件。希望我的每个徒弟好好端正自己的态度，好好修学。当然，我的徒弟修行目的基本都是正确的。我讲这些，不是因为你们有这些缺陷我才讲，
而是通过种种的鞭策，大家才能一直保持正确的修行方向。我讲过以后，如果某个徒弟有一天犯这种发心不正的错，那他也没话说了。毕竟现在师父是讲过的，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，这个五蕴之身很乱，很糊涂的，只要五大不平衡了，人的身体就要出问题的。而这个世界也不好玩啊，各种灾难比比皆是。一杯甘露里面投了一点毒，也是不能喝的。所以大家修行佛法，要发心正确，不能夹杂其他东西。